这就是中国最复杂的山区，没有之一。在卫星图上乍一看，数不清的山几乎都堆在了一起。这么多的山路得多难走啊！不是，这个能见度有点太恐怖了，兄弟，真的。我需要频繁的深呼吸。就是这种大拐弯，对，发卡弯。这就是我们以前在课本上学过的横断山脉。这是四川盆地的路网图，密密麻麻，但只需要向西踏一步，就能看到横断山区的路网。在这儿修路可太难了。这其中有一条堪称全国最知名公路，顺着它可以穿越横断山，直达西藏，它就是318国道。318国道最神奇的一点是，车窗外的景色变化之快，令人难以想象。上一个小时还在一片平坦的成都，下一个小时山竟然悄悄生长起来了。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道路弯道越来越多了。对对对，整个道路迅速的收窄，这两边你看现在全都是高山，然后就压迫着这个道路和周围的乡镇还有河流，就到一条直线上了。对。不只是小乡镇，横断山中有很多大县城也是一条线，比如泸定。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大家都学过，我当时就在想，为什么红军就非得走这条铁索桥不可？课本里的原文说，大渡河水流湍急，两岸都是高山峻岭，实地就是这样的。我的天啊，大渡河这么急啊！天哪！如今的泸定桥开放供大家游览，你依旧能够看到课文中写到的13根铁索，不过已经铺上了木板。我现在除了前方，我任何一个方向都不敢看，尤其是脚下，因为我没有想到大渡河这么宽，而且它的水会这么急，这个桥它会这么晃，因为它是铁索桥，所以它是一个柔性的桥，上面只有一些木板。我真的有点生理性的不适，我真的有点恐高，而且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夸张得多。沿318继续向前，你会看到另一座桥，它直抵两山，飞越大渡河，名叫兴康特大桥。人们为了稳固这座1411米的特大桥，打下了159米深的隧道锚，让山拽住了大桥。这是世界第1深隧道锚。89年前渡江的战士或许难以想象，天堑居然可以相连，人们行走在大渡河上，再也不用铺木板了。如果你沿大渡河继续上溯，就来到了以康定情歌闻名的康定市，河流在这里更加汹涌。我们昨天一进康定城区，就听到非常大的那种轰鸣声。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个城市有什么大工程在修建，结果今天早上天一亮，我们顺着这个轰鸣声找过来，我惊呆了。各位，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轰鸣声是哪儿来的。我们之前在泸定看的那个大渡河，我本来以为水流已经足够湍急了，但是各位看更上游的地带，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穿城而过的河流，水是有这么急的，真的很夸张，各位。穿越横断山的过程，事实上就是翻越我国1、2级阶梯的过程，中途势必要拔高。318的第一个高点就在康定以西的折多山，3900米，马上4000米了，马上4000米了。从康定到折多山，对，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从2000多米爬到4000多米，对，你可想而知我们爬得有多快。我需要频繁的深呼吸。网上都说，到了折多山垭口可以看到绝美的贡嘎雪山。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四川吗？各位啊！现在啊，咱不要说观景，我们来时候路都看不见了。没错，小气候多变，这是横断山区的又一个复杂点。复杂的小气候不一定是坏事儿，因为这也意味着坏天气可能也是短暂的。当我们翻过这座山，云和雨还没有退去，太阳就出来了。当雨和阳光缠绕在一起，会形成什么呢？哇！各位，而当天空通透起来，想要看到雪山并不是难事。虽然并不完整，但你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盛夏时节高寒不化的终年积雪。
继续向西，你将路过雅江，这是中国城区面积最小的县城，雅龙江穿城而过。再往西，横断山的分布变得更加稀疏，城市距离天空似乎已经很近了，而且不再那么拥挤。到达世界最高城理塘，哎呀，太美了，家人们，这不丁真吗？还是看看远处的雪山吧，家人们。怎么样？现在是头痛，然后恶心，就是有的时候高反这个东西可能白天看不出来。我们和无数人一样，在网上听说过理塘，知道丁真住在格聂山脚下，那里还有个格聂之眼，所以我们特别好奇，想去看看他口中的世界。在前往格聂之眼的路上，真的可以看到它的野生动物，朋友们。而山区的天气在和我们扔硬币，一下是正面，一下是反面。时分，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2日20时到3日20时。我这个一半阴一半阳啊！对。哇！啊，这对吗？现在这个雨真的是巨大呀！哇！你几乎是2分钟的时间吧？对，在山的那边在下雨，这边是晴天。而到了格聂之眼，扔出来的是反面。到6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，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。是不是雪山啊？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大叔，那个雪山就是格聂神山吗？开梅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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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梅龙啊，开梅龙哦。你赶紧这样就能赶紧是在看到。哦，上去就能看到了。上去看到。山间的雾气凝成小雨，坠入格聂之眼，点下层层涟漪。格聂之眼泪眼婆娑，而格聂神山披盖着白雪，矗立远方，将云缠在腰上。阴雨天让这里增加了很多神秘感，置身其中如同遁入仙境。青草和杂花从一个山头扑向另一个山头，这就是我们在地理书中学过的高山草甸。还记得我们刚进入横断山时的植被形态吗？常绿阔叶林。山可以塑造河流，改变气候，它们拔起不同的高度，产生的温差也可以直接影响着植被。你只是看着这片草，就能感受自然的浪漫。我们从进入横断山到现在，似乎一直被天气困扰，但当我们回城时，却是一片晴朗。在某个观景台，我们猛然看到了横断山区的最高峰——蜀山之王贡嘎山。这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为什么当地人愿意为每一座山起名字，将它们奉若神明，赋予不同的意义。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变化多端，与其说横断山复杂，倒不说它丰富。或晴或雨，皆是天恩。人生不也如此吗？阴天不一定是坏事儿，晴天也总会到来。在变化无常的人生中走下去吧，翻过属于你自己的高山。